英国海军航母轻轻地去了，正如它轻轻地来。面对美国和中国，皇家海军都一样的乖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7月25日进入了南海，然后8月1号就直接离开南海了。这一路上呢，溜溜达达的也是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，同时呢，也让很多人失望了。说女王号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呢，是因为英国航母编队的航行首先满足了英国自己的需求，就是通过万里远航向全世界郑重宣布，女王她已经不漏水了。怎么说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怎么说也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，总要证明一下英国脱了欧还是一条好汉。当然了，英国这么一走一遭呢，也是应日本之请漂洋过海来看你，只要不是赖着不走，美国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说你英国不务正业。最后呢，英国海军出门之前还向中国打了招呼，告诉中国我这一路全程必然是秋毫无犯。最后果然是没有在南海蹭任何热点，老老实实的出去了。中国海军有军舰跟着，也只是观察英国军舰动向，也没有说中国的利益被冒犯、被挑衅，双方也没有冲突，也没有对峙。那么让谁失望了呢？可能日本还是有点小失望，因为日本需要的是各国海军到南海，最好跟中国有一些争端，至少是互相斗斗气儿、对峙一下。这么平平静静的经过呀，真不符合日本需求。美国也一样，虽然说是多了一个国家来搞自由航行，但是英国毕竟以前来过了，来多一趟来少一趟呢，区别不大，就算是多一点点小声势而已。而且呢，这次航行没有机会制造任何中国妨碍南海自由航行的口实，中国没有上这个当，英国也没点这个火，所以美国什么也等不着。再就是很多媒体发现他们也要失望了，因为他们以前做的很多预测发布的内容全被推翻。前一段时间呢，咱们很多媒体说了，英国海军来那是要宣战的，要挑起南海战役，还要找地方搁浅，赖着不走，看我们怎么办。甚至前几天我还看到某个著名军事刊物，它的网络媒体啊也写英国航母来南海这事儿。不过既然英国航母走了，这些媒体呢也可以把话说回来。比如说现在有媒体已经讲了，英国航母编队耀武扬威的来，夹着尾巴走，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吓得突然改变计划。反正呢，各种各样的描述是为了把以前说的话再圆回来。其实呢，咱们以前已经说过了，英国根本就不具备在亚太挑衅中国的能力，也没有傻到像澳大利亚一样一心找打自找没趣。作为一个老海军，一方面维持远洋航行是海军最重要的一个远航训练任务，同时通过这一轮航行也能完成一些谁都不得罪的政治任务。英国海军走这么一趟是一举多得，但是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。我们没有必要去渲染英国的所谓威胁。作为中国人，难道我们连英国海军这点小东西都要这么放在眼里吗？倒是我们的媒体要清醒一点，不要不管谁来干什么，都嚷嚷着在国际水域要拦截、要击沉、要扔个水雷、要把对方给缴获了。这种喊打喊杀的舆论氛围啊，恐怕才是让美国和日本最开心的，因为我们自己在跟别的国家把关系搞僵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顺了美国和日本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对手的意图到底是什么，要学会借力打力，特别注意不要自己跳进对手挖的陷阱里。好，关于英国航母这次安静的通过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